胖猫真名叫刘杰，今年年仅21岁，湖南人。他以游戏为职业，凭借出色的天赋和努力，在游戏王者荣耀中闯出一片天。在网络游戏的世界里，他可以说是一位叱咤风云的王者，操控着虚拟角色梦奇，创下惊人的胜率。然而，在现实世界中，胖猫却陷入了一场无法醒来的梦魇，最终以悲剧收场。胖猫谭竹于2021年11月在网上认识，胖猫是通天带。通天带是网络游戏王者荣耀带你赢的代练员组织。通天带组织是游戏内的顶级代练玩家。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大家一定要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才不会错过更多精彩内容。刚开始的时候，谭竹算是胖猫的客户吧。胖猫说我很便宜，帮谭竹代打单。谭竹觉得胖猫游戏玩得特别溜，开始搭讪。胖猫，你的梦奇真的好厉害呀！紧接着开始打探胖猫的收入。你做这个代练是不是很挣钱呀？胖猫很实诚地回答他，还行吧，一年20-30万。谭竹立即抛出鱼钩，你好厉害呀！如果我有男朋友像你这么厉害就好了。胖猫刚开始只专注于自己的事业，并未对谭竹有什么想法，因此只平淡地回应谭竹，我得去打单了，没有继续聊下去。谭竹显然不死心，没过多久又问，忙好了吗？胖猫，我刚刚练完马甲线，好累呀。胖猫回，刚忙好呢，马甲线很好看。很明显，谭竹向胖猫展示了自己的马甲线，这算不算色诱？见胖猫夸赞他的身材，立马穷追不舍。你是哪里人呀？有没有女朋友呀？胖猫可能没有回应。谭竹又问，你吃过重庆火锅吗？实诚的胖猫实话实说，没有吃过，我没有去过重庆。谭竹立刻邀请胖猫，那你什么时候来重庆，我请你吃呀？你还没有告诉我你有没有女朋友呢。从以上聊天内容不难看出，谭竹目标很明确，想当胖猫女朋友。但彼时胖猫可能并未心动，所以紧接着谭竹又放出大招，邀请胖猫跟他语音聊天，先感官刺激，再到声音诱惑。从谭竹后续发声可以知道，谭竹的声音很是甜美，声线清纯，声音甜美的女生很容易获得男生的好感。来看看谭竹的路数，还在忙吗？我能给你打个语音吗？刚我好像听到门外有声音，我害怕。装清纯装弱小，引激发起男生的保护欲。语音是从晚上11点52分聊到次日凌晨1点34分，长达1个半小时。顺利的让胖猫成为男朋友后，他开始开口要钱了，直到胖猫跳江前将支付宝仅剩的66666元转给他。口口声声已经跟胖猫分手了的谭竹仍是毫不客气的秒收款。从整个事情发展的来龙去脉来看，本频道认为谭竹毫无疑问是捞女。胖猫的梦奇角色是无数玩家仰望的存在，然而当他在游戏中收获荣誉和认可时，现实生活中的他却遭遇了情感的困境。通过网络平台，他结识了重庆女子谭某，两人迅速陷入爱河。然而，这段看似美好的网恋却暗藏着危机。谭竹以各种理由向胖猫索取钱财，而深陷的胖猫是有求必应，不惜一切代价满足他的需求。为了这份感情，胖猫拼命打单挣钱，甚至不惜省吃俭用，只为给谭竹提供更好的生活。然而，他的付出并未换来等价的回报。今年4月，谭某提出分手，
这对胖猫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它无法接受这样的结果，选择了极端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4月10日21时，胖猫给谭某转账 6.6 万，希望能挽回女友。4月11日，胖猫选择在重庆大桥跳江。4月23日，胖猫的遗体被打捞上来，不少人通过点外卖的方式送饮料等祭奠物品到事发的重庆长江大桥附近，表达对胖猫的同情和怀念。可在当日晚祭奠现场，有人发现卖小哥送来的一些奶茶、粉面、汉堡包等餐饮包装竟出现大量空包，一些杯子内的饮料竟然是水。此事很快发酵，网友对不良商家骂声一片。胖猫事件女方疑似回应：我被人肉污蔑，谁负责？声称要起诉胖猫的姐姐。截至目前，各大网红都在为胖猫事件发声，这起事件迅速在网络上发酵，引发了广泛关注和讨论。网友们纷纷表示惋惜和同情，同时也对谭某的行为表示谴责。然而，我们更应该从这起事件中汲取教训。从胖猫事件看捞女文化，在婚恋矛盾中，直接原因是彩礼、房子、毒鸡汤以及女性傲慢的态度。似乎全世界经济发达的国家都有这样的问题，但其实这些都是表面的现象，只是症状而不是病因。中国传统文化对女性的教育都是遵循温良恭俭让，而不是现在这样的傲慢姿态。中国女性的地位是近10年来突然被抬高的，其中有3个群体可以说是功不可没，一个是资本，一个是捞女群体，一个田园女权。如果把这3者的关系理解清楚了，也就不难理解中国当下的男女现状了。先聊资本。资本这个东西其实中国过去是没有的，完全是一个外来物种。你也可以看到多数女性消费的品牌都是进口品牌，国产知名品牌根本没几个，所以也可以把资本直接理解为境外资本。外来资本进入中国后，想要打开市场，在多轮测试后，发现女性是最愿意消费的群体，所以开始有意识地迎合女性，赞美女性，标榜女性的权益。这个也不难理解，谁消费就替说话。而在中国也一直是没有捞女这种文化的，这也是一个新物种，而且确实产生于中国。其实捞女的前身就是上嫁思维，这个倒是自古就有。女人希望通过嫁人来改变自己的阶层，而男性这边也普遍愿意下去，所以这个供需关系一直是存在的。而随着中国的经济日益增长，愿意花大价钱谈恋爱的男性越来越多，也让上嫁这件事变得切实可行。越来越多的女性愿意为自身投资，改善自己的外形条件，博取大佬的欢心。所以在这个点上，资本和女性第一次达成了战略联盟。资本提供各类能够改善外形的产品，帮助女性实现阶层跨越的梦想。游戏进行到这其实还算是正常，想找个有钱男人嫁了，过好日子，谁都可以理解。随着资本提供的产品越来越多，女性消费不起，但是欲望却与日倍增。量变导致了质变，而且就算是嫁入豪门，也有被大佬一脚踹下车的可能。所以女性的情感认知得到了升级，与其嫁入豪门，不如自己成为豪门；与其依附男人，不如让男人直接转账。女性找到一条全新的道路，来满足自己的消费欲望，那就是让男人花钱。有需求就有供给，
捞女培训导师就应运而生，他们喊着男人是渠道，情感是技能的，一切为我所用的口号，跑步进场，开始教授女性如何通过各种手段对男人进行 PUA， 利用男性出轨、带球上位等手段迫使男性产生愧疚感，然后补偿自己，大额度的让男人花钱。聊到这就不得不提到捞女行业的领军人物某区区，他凭一己之力将捞女事业推上巅峰，每天直播间几十万人在线，教授女性如何抱男人的金币。这个所谓老师，早期在夜场上班，见惯了姐妹们如果在男人身上大额捞钱的手段，深得要领。早期开设自媒体账号，只是为了给夜场从业的小姐妹传授开大单的经验，但是因为直播间的内容过于炸裂，吸引了无数普通女性的加入，但是此人没有在夜场以外捞钱的经验，只得继续向女孩们兜售夜场搞钱大法，使得夜场不为人知的绝世武功广为流传，造就了社会上的捞女意识形态，让中国女人头一回认识到，男人除了恋爱结婚，还可以花钱。虽然这件事一直有一小部分女性在干，但这个所谓的老师是第一个无私将这种思路奉献给全体女性的人。而对比之下，田园女权就显得略逊一筹，只是制造双重标准，以及利用结婚搞一波高价彩礼。而田园女权的思想其实和捞女群体有着莫大的关系，而中国的田园女权就比较现实主义，矮化男性，比如给男人起外号油腻男、下头男、渣男等等，然后给自己戴高帽，小姐姐、小仙女、女神，通过矮化男性抬高自己，最终获得议价权。但是有一点要注意的是，其实捞女和田园女权是共生关系，田园女权的很多价值观其实就来自捞女，甚至捞女根本不担心普通女性学会了自己的捞钱之道，因为想要成为捞女，其实对自身条件要求极高，颜值、智商、情商都得在线，比起创业二者的难度不分伯仲。很显然，多数人不适合创业，所以多数人也不适合做捞女。但是捞女很愿意向普通女性传授自己的价值观理论，因为只要社会的意识形态是男人更愿意为女人付出，那么捞女捞钱的难度就会大大降低。代表田园女权的普通女性除了搞双标，其实没啥收获，大头还是被捞女拿走了。说白了，普通女性就是给捞女当枪使了，你也别指望她们会醒悟，只要她还年轻，没有过了最佳生育年龄，就还是觉得自己有机会。只有人老珠黄无人问津那天，才幡然醒悟自己实际上是给别人当了炮灰。田园女权做了捞女的保护色，通过田园女权对男性的广泛教育，让男人变得更愿付出，然后捞女就可以在这种男性更愿意付出的社会形态中大行捞数。就这样，境外资本提工具，有普通女性支撑的田园女权教育市场，然后捞女大肆收割的游戏就此上演，其最后的结果就是女性更加仇恨男性，不愿意结婚，想尽一切办法从男人身上搞钱。40岁的捞女大妈仍然不肯退役，绝大多数女性开始通过垄断生育资源，以威胁男性绝种的压力，迫使男性投降，交出自己的积蓄。男性婚恋压力与日倍增，人口出生率连年下滑。从前年开始，国内不少媒体就开始曝光捞女的行为，持续1年多的曝光，
终于屈老师上了人民日报，我们以为捞女的把戏就此结束，但事实上，一个区倒下了，千万个捞女站了起来。依然可以看到各种区翻版的捞女导师如雨后纯粹纷纷冒头，尝试吃掉屈老师留下的蛋糕。最后的结论就是，就算捞女的行为被曝光，但依然无法制止捞女的意识形态蔓延。其实想想也是情理之中。马克思说过，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大胆起来。如果有 10% 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 20% 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 50% 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 100% 的利润，他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 300% 的利润，他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死的危险做捞女。这件事不止 300% 的利润了，怎么可能轻易放弃？而且当骗子会被抓，当捞女又不犯法。我想对一个普通女人来说，这世界上应该没有什么事能够比做捞女更加出人头地了吧。所以当所谓的老师倒台后，捞女的势能并没有因此而降低。也就是说，靠曝光这种行为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如果想从根本上解决出生率的问题，以及解决部分男性无法婚恋的问题，唯一的出路就是外娶。而事实上，任何国家都是反对企业垄断市场的行为的，因为一旦市场被垄断，那么就会出现服务差、质量差、价格高、欺负消费者等诸多问题。如果想要打破垄断，就要引入竞争，多家公司竞争就可以改善市场环境，让企业做出令消费者满意的商品。而国女的天敌鲶鱼就是外国女性。国内的女性引以抱团，但是外国女性不会和国女抱团，她们只会想尽一切办法争取中国男性。只要越来越多的中国男性选择了外娶，随着时间的推移，就会自动破掉这个死局。通过外娶的策略，即便国内的女性不愿意婚恋，那就不难为她们了。不要妨碍所谓小仙女做独立女性。男人这边该结婚结婚，该生孩子生孩子，彩礼问题、车房问题、部分男性无法婚恋的问题，以及最重要的人口出生率问题都迎刃而解。男人娶到了老婆，生了孩子，小仙女也如愿以偿地成为了独立女性。而事实上，中国男性是好丈夫的口碑是全世界出名的，这都得益于小仙女的调教。而且随着经济发展，在全世界的国际形象上都得到大幅度提高。所以像俄罗斯、乌克兰以及东南亚诸多国家的女性都非常愿意找中国男人做老公。而事实上，通过外娶策略解决男女对立，提升人口出生率也不是我们首创。美国、日韩都是通过外娶来解决这个问题。包括过去香港经济繁荣时，香港女性地位提高，男性婚恋成本激增，很多香港人也是来大陆找老婆。所以外娶这个战略可以完美打破女性垄断生育资源的行为。其实现在选择外娶的中国男性已经与日俱增，相信不久的将来它就会成为男性的集体共识。最后回到胖猫事件，现在仍然在发酵，后续如果有什么发展，我们再做节目来讲。最后发表一下本频道的一些看法。这个傻小子为了一个捞女轻易就结束自己的人生，真的很不值得。他还那么年轻，其实一切都有机会。钱没了可以再赚，女朋友没了可以再交，如果有来世，希望他可以过得很幸福。各位观众有什么看法呢？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讲完了，别忘了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再会。